第59章拒绝了。我觉得自己化身成了YY 小说中的主角了，身上竟然带了光环。纵横资本的掌控人，上高背后最大的老板丁兹亲自邀请我加盟，恐怕这种事情出现在小说上，读者也会觉得狗血。但是这种事情真的就发生了，很玄幻，我自己都觉得好假。一个这么美的女老板，竟然用请求的语气邀请一个底层的打工仔加盟其手底下的公司，谁能拒绝这样的邀请呢？我喝了一口茶，笑了一下，道：丁小姐，今天说好了请你吃饭的，要不我们吃过饭再说其他的问题。丁子道：没事儿，这不影响吃饭，你表个态。我道：丁小姐，我肯定不会加入上高，我很直接，没有任何委婉，鲜明了表明了立场和态度。然后我再一次看到了宋果掉在地上的下巴，只是这一次多了一个司灵，司灵眼睛都要鼓出来了，他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个男人拒绝丁兹的要求。丁兹也意外，他的眉目落在我的脸庞上，似乎要等我给他解释。我笑了笑，丁小姐，我实话实讲，我不加入上高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我加入了上高，你就是我的老板了，以后再请你吃饭就太惊世骇俗，甚至可以说失去了分寸。第二个原因，我不看好上高，相比起来，我还是看好博越。丁子乐了，道：陈斌，你还真够直接的。行，你既然这么果断，那说明你的意志很坚定，人各有志，我就不劝你了。我感觉丁子有些尴尬，甚至是有些生气，毕竟他应该也没有想过我会断然拒绝，像他这样的美女应该不适应这种被人直接拒绝的感觉。但是我没有后悔，我断然拒绝他并非为了标新立异，而是我真的不看好上高，而且上高里面的那些人，我跟他们也不在一条线上。如果我真要离开博越，上高也不是好选择，我宁愿选择一家小公司去打拼，可能也不会去上高。我说丁小姐，那吃饭的事情还可以吗？丁子瞪了我一眼，不吃了，心情不好不想吃了。我第一次看到丁子生气，他有些遗憾的道：我都讲了，我们吃饭了再谈，现在果然影响了您的心情，对此我很遗憾。那行吧，丁小姐，我换个心情好的时候再请您吃饭，今天您先调整心情。我说完站起身来走了。我一走，屋子里安静到了极点，3个女人面面相觑。司灵平常很善于言辞的一个人，都不知道怎么捧哏了。丁子鼻子都气歪了，他就这么走了。司灵总算回过神来，道：丁总，您消消气，这个陈斌简直是狂妄无知，因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得。丁子哼了一声，摔门而出。他一出门立刻给我打电话：陈斌，你休想省掉1顿饭钱，好上好餐厅。看着餐厅外面的人来人往，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第一次和丁子吃饭的情形。那个时候我还刚刚签单，很稚嫩，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流，还有很多的惆怅和感慨。而现在我似乎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深圳的节奏中，我已经成了深圳的一员，攀爬挣扎也好，追名逐利也罢，我变得坚强了，也冷漠了，少了多愁善感的心态。我和丁子吃饭的场景还是略微有点尴尬，实际上我真的不善于和女孩子打交道，我不愿意去揣摩女人的心思，然后刻意的去迎合讨好，这是其一。关键是在我的生活中，现在工作占据了90%以上，我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精力去想着怎么经营一份感情。当然，可能在我内心深处对感情有些逃避，因为我和宋国感情的挫败，让我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点关系有了和之前完全不同的理解。早先的时候，我觉得人生一辈子普普通通，有个爱的人，然后经营一个家庭就不错了。但是我现在明白，就算过普通人的生活，也需要付出全部的努力。我之前在工厂打工的那点微薄的收入，支撑不了我成为一个普通人。而女人这种生物，就算她们自身的条件不太高，她们的视野中可能给普通人留的空间也都不大。所以对男人来说，幸福与否更多需要物质的支撑。你有丰富的物质，你就有优先择偶的权利。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，残酷而真实。陈斌，你为什么不看好上高？你得给我一个解释啊。丁子道。我笑道，我是博越的员工，肯定不看好上高。我们是对手吗？我能长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丁子摇头道，你别贫了，我是真想问问你。我喝了一口茶，捋了一下措辞，道，是这样，丁小姐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群体。说句实在话，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可能谁也不会干我们这样的工作。像博越公司的这样的业务，更多的是逼出来的。总监逼经理，经理逼业务员，业务员全是一群攀爬挣扎的穷鬼。在逼迫中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几个人，就是所谓的精英。这些精英在博越他们可以活得很好，但是现在上高把他们给抬起来了，又给高薪水，又给高位置，我很难想象他们还有多少战斗力。你就像温小兵这些人，让他们冲在一线做单还行，你让他们去带团队，我觉得就很儿戏。丁子微微皱眉，他听得挺仔细，他忽然盯着我道，那你呢？你带团队行不行？我想了一下，道，不知道，如果我跟马从敬比，那我肯定要差一些。我实话实说，我的却比不上马从敬，
但是我觉得比其他人，甚至比高燕应该也不差太多。主要原因是像博越的业务员，大部分都是被洗脑了，然后他们再去洗客户脑。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的业务员，他们怎么能摇身一变就蜕变成合格的管理者？实际上，深圳公司的这几个商务经理，除了马从敬之外，其他的人基本都在按照总监周光华的指令办事，特别强调执行力就是这个原因。而我和他们最大的差别是很清醒，我清楚自己在干什么，对这个工作的未来前途有深层次的思考。